你踩的地方就是坎宫啊，好，就是那个圆的顶端，顶端。对，这里往前这边是你们顶端，你踩的地方，我踩的地方。哦，你那个概念换过来没有？我有点懵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方向。如果说你这个边是北的，然后最后像，因为刚是往这边嘛，所以有点懵。不对，来过 ，hello， 来一下，来一下。我给你们的那个八卦全路图啊，要记一下哈。就是说，我讲过，我们起势是从坎宫起，你走这一步就是进入到坎宫了，踏在坎宫了，你踩的地方就是坎宫了，是不是？它就是北嘛，我踩的地方就是北，所以那个图你先定北，晓得吗？我们不管大自然的东南西北在哪边，是看你练拳的环境。我往这边一踩，我这边从北起，从坎宫起，我踩的地方就是北，就是坎宫。所以那个圆是不是从这边画一个圆？是吧？全路图是不是这样一个圆？啊？所以我这一踩，请问东在哪边？啊？右边。什么？我现在这样踩的话，东在哪边？我现在这边是坎。啊，我的圈是这样子哦，我要往那边打啊。我们的拳是往左边打啊，所以圈子是这样的圈子啊，不是这样的圈子啊。所以这样的圈子，我踩的是坎，是北。那请问东在哪边？啊，对嘛，东在这个地方嘛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方位由谁来定？我们在练拳活动的方位由我们来定。那你不能说你到哪练拳，你还搞一个指北针呐、看看北在哪边？那北要是没办法进呢？所以不是的，八卦拳是什么？你到一个环境去了，环境就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嘛。任何地方你一去了，你要在这个范围内活动，它就有一个范围了。有范围就要定出东南西北。这个东南西北由谁决定？由我们决定。这样不懂？啊，一开始你练拳啊，我讲我们是朝这边的，把这边定做北了，那边就是南了。我们在练拳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把这个方位定好，然后你以后的记忆就会比较正确，你就不会今天是朝这边，明天朝那边，一朝这边的时候，哎，北在这边，南跑那个地方去了，所以你以后回忆起来会乱掉，因为你看八卦拳这个拳啊，它会转来转去的，从这个宫到那个宫。所以你要一开始练拳的时候，你哪边是北，你要先定好你的观念里面把那个图先定好了，听不懂？以后练你就是在你自己家里练，你找一个地方，你家客厅也好，公园也好，你一站定了，我不管你站在哪边，你把它那个地方定成北了，你就把你在这个地方的位置放到你头脑里面，就转移到你练拳的环境去，晓得吗？那样子你的方位，你的面相，每个招式的面相就不会错，否则很容易错。简单讲就是我们踩出去的这个地方是圆心的最上面。对，圆周的最上面就是坎了。对，哎，这样不懂？哎。所以这套拳是从坎起的，很少，
你看一般的拳，你看八卦的拳，不是从肝起，肝是东方，就是从心起，因为不是从邪起，就是从气起，晓得吗？啊，他要练拳要运动，他不是先提振心，就是先提振肝气，不是先走血就是先走气。啊，可是这个呢，这个因为它是在走方位，它从坎起。啊那道家讲什么？天一生水。所以最先出来的是水。那水是那个源，所以它从坎宫起。你说从哪边起？我从离宫起，行吗？从离宫起不行。因为所有的力量的走向，大部分都是什么？从弱到强，跟音乐一样，都是从弱到渐强，可能中间再弱，再渐强。到强的地方了，它再转弱，收尾大部分是收在哪边？收在弱，所以这是一个力量的走向的方式。你力量不能收在阳，收在那个顶端，除非少有的一些曲子结束在咚，结束在这边，结束在那个烟花全部炸开，那是少的，那种曲子你听的人跟演奏的人棒那一下完了，你要先沉浸一下，让气血先沉下来，所以要注意这个，一个设计的好的拳。它一定把这个阴阳起伏设计的相当好，要符合我们人体那个呼吸跟气血的循行的需要。我讲过，现在竞赛武术设计的动作最糟糕的就是这个，它不讲究人体的这个气血的流动、阴阳起伏。他只注意动作是不是难度高，是不是精美，所以你看他的很多动作都是阳再阳，叭一下停止阴，那是不好的，那对人是伤害的。可是他要求那个大的对比性，就是可观赏性，就是那个对比由动到静的那个。对比要大可是对人来讲就不行了。这以武术来讲，绝对没有这样的东西听不懂？所以你们要没事就看一下那个图晓得一下方位。你从坎算也可以坎，这是坎，北方坎艮震，先记东南西北嘛，坎东方是震，南方是离，西方是兑对，坎中间夹一个艮震，巽是风，离坤兑乾先记好这个那这个圈子呢，你练拳这个圈子呢，可大可小，但是正规的来讲，不管是大圈还是小圈，你看有的弓到弓之间的动作多，有些弓到弓之间的动作少，可是无论如何你都要入那个弓。无论你的招式很少，可是那个弓很远，你还是要入那个弓，所以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步法
很多串跳、很多步伐的运用。我就在这个范围打也可以，我还是要入每一个弓，动作多的、动作少的，我还是一样要入那个弓，平均的入那个弓。里面就训练我们很多的紧凑所以这套拳它有很多个阶层的、很多阶段的练法它对人的训练是蛮全面的，是蛮丰富的你们慢慢玩，有大概半年多的时间你们再练练看。那我们第一步往前进入了北，对，那现在中就在我的后面，中在那边啊。你还没进去的时候，你是在圈外啊。我在圈外。你在圈外啊，你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系统里啊。就好像我第一步进北是，那为什么中会在我的这个方向？你是说中央的中啊？就是第一步入北边的那个弓。对。那现在对我来说，我现在就站在北，那我的中应该在后面。你说中是什么？就是中央的中。对，中间。它在那边啊。你从你这边从北画一个圆啊。从我北。你这边是一个那个圆的北端啊。所以我虽然站在北端，但是就说我并不是面向或者是背向那个圆心。当然不是啊。当然不是啊。那就是说我虽然站在北边，但是我面向西边。当然啊，你是从北边往南打，你现在是从北边往南打。它的方位是这个意思。听不懂？北边往南。所以你现在开始你从砍弓，你从北边打嘛，穿过中央线，你穿过中，晓得吗？到偏南的地方嘛，然后再拐到哪？拐到西南。你的方位定是这样的。对。想说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站在中央，那我第一步进北，为什么中央不在我后面？它都是你先在宫外。它的宫是什么？它的宫代表什么？它的宫代表一个成体制的一个系统。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说我第一步进了北，但我面向是西边。对呀，因为你往那边打，你那边是南边嘛。是这样画。对。就想是从你这边画一个，你北站定了，从你这边往南画一个圆。就是进去是在北边沿的边上，但是我是在切线上面进去。对，它是一个弓，一个弓就是什么？一个弓就是一个位置，它不一定有固定的大小，它就是一个位置。但是方位是固定的。对，方位都是相对的嘛。就是要懂说，你第一开始是站在北端的，但是面向西边的。对，因为你的头脑里面什么？你是要照这个图走嘛，所以它这个图是已经定了，晓得吗？所以你只要往北一站，这个图就出来了。图定了，但是要明确一下自己一开始到底从图的什么位置进去。对啊，面向什么？对，所以图定了，你从北一进去以后，这个图就在这边，听不懂？懂。哎，好。那个它的图是对的吗？北南东在这边呢，什么？西在这边。如果何老师你讲说东在这边，刚好是颠倒的。不是，他这个是把南放到上面嘛？他这是把南放到上面嘛？如果放下面呢？对嘛？你要把北放到上面嘛？不是，那我们这样起势到北，然后是先这边啊？北在这边，南北在这个地方嘛？一定是南嘛？所以你进北嘛，往南打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往西南嘛。所以东在你的背后啊，你站到北的时候，东是不是在你的右边呢？左后啊？
右边吧，你面向这边，你面向西，你人站在北，面向西。哦，起士是进到坎宫，然后他进到坎宫，你是面向西，这样没懂？站着这个是坎宫，还没懂啊这边是西对啊，蛮难。我进的位置是坎宫嘛，我面向西嘛，坎宫是属北嘛，坎宫是北啊。哦，没有，师傅，我们可能分两个部分。第一个是我们以为是面向北，然后就会一直会以为，北，因为我知道您说的是圆周的面向的就是北边啊。面向是要不是啦面向西。你现在人在台北，这是一个北，对，可是不代表你就面向北啊，面向有，听不懂不一样，对。它是位置，它是一个讲不通，它是一个 location， 听不懂？一个 location 很大嘛，跟你的 position 那个点是不一样的，它是北方这个地方，听不懂？所以它是一个宫嘛，它是一个很大的位置，很大的位置啊。它不是一个点，它是宫位。这样有没有懂？回家等一下，有点还是不懂？我是说我们踏那一步是踏到坎，然后踏到这边嘛，我们往前嘛，我们踏进来嘛，踏到坎，就在这边，然后开始往左边，就是往中锋的位置过去，对，因为你要往南打嘛，你向左打，然后一直嘛打，然后到最后再进到那个坤宫，就往这边上去这样。对，对，哦，西所以西在上面面西。对，等于说你骑士是从这边这样打，然后是往过来，然后再往上面，然后再回到中间，然后再到别的工具。所以所以不能对呀所以不能讲面向北，面向北，你就我们是到坎宫，不是面向北啊。到坎宫，但是讲面向北。好，再来一下，那个啊，方位你们还是会搞混呐、